萧炎的脸庞上掠过一丝惊恐，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那无比强大、近乎毁灭般的火拳攻势，在这一瞬间被对方的魔拳化解，甚至连神火以及焚神之力都被其吞没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全力一击竟然毫无作用！自己的攻势被轻易的瓦解后，萧炎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神火和焚神之力更是逐渐的流逝，在圣魔之力面前，如同薄雾遇烈日，迅速消散无踪，无力感蔓延全身。萧炎心中涌现出一抹绝望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丹神塔中陷入如此绝境。萧炎的身体在圣魔之力的侵蚀下，开始散发出淡淡的青烟，他的眼中充满了不甘和绝望，那是对生命最后的信念。然而，灭神副府主的冷笑声在耳边回荡，如同命运的宣判，冷酷而绝情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这么快死去。等本副府主夺取塔中遗物后，带你回灭神府好好招待你这位焚神的传承人。副府主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回响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敲打在他心上的重锤，让他感到无尽的讽刺和无力。在圣魔之力的不断吞噬下，萧炎只感觉眼皮有些疲惫，闭上了眼睛。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了胜算，但他的意志并未熄灭。萧炎弟弟，吴雪见到萧炎的生命岌岌可危，心中浮现无比的担忧之色。萧炎小友，内塔之主和10大神斩老皆是无奈的狰狞，他们感到无力，竟然眼睁睁地看到萧炎被如此伤害。作为万界神州的顶级势力，这简直就是重重的打了丹神塔的脸。灭神副盟主，我们与你拼了！随后，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斩老竟是燃起生命之火，气息猛然暴涨，就要以此来突破对方的绝对压制。聒噪！灭神副府主声音低沉，那话语中蕴含的威压仿佛能够凝固空气。随着他话音的落下，一股无形的圣魔之力如同狂澜巨浪，朝着10大神斩老和内塔之主席卷而去。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力量无情地冲刷着四周的一切，空间仿佛在这股力量下扭曲变形。面对着无法抵抗的圣魔之力，内塔之主和10大神斩老的身躯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，犹如断线的风筝，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勉强的弧线。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痛楚在脸上凝固，血液在体内沸腾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挣扎，让全场人无比震惊。对方的一出手就将丹神塔的核心力量瞬间击败，这是何等的恐怖！他们倒在地上，身受重伤，无力地望着灭神副府主那冷漠的身影，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恨意。灭神副府主所展现的力量，就连空气中弥漫的尘埃都在这一刻静止不动，仿佛在恐惧这股圣魔之力。他的身影就在这片死寂中显得更加高大与威严。一群蝼蚁，全部死吧！漆黑魔拳并未停歇，继续向前压迫，一股令所有人窒息的压迫感，使得四周空间都几乎扭曲变形，更是形成了漆黑的恐怖漩涡。一旦被吞噬其中，就会当场陨落。不管是天位神还是半道神都是如此。就在此刻，萧炎的体内那3道神火又发出了异动，甚至感受到了丹神塔的深处，似是有一道更强大的本源力量在苏醒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的异动了，只要灭世神火一出，这样的异动就会愈发明显。这一次，萧炎感觉到了在丹神塔的深处，仿佛与一道沉睡的火焰本源产生了神秘的共鸣。黑色的火焰如蛟龙般蜿蜒升腾，从丹神塔的深处逐渐爆发，仿佛要将整个丹神塔以及这片天地吞噬。丹神塔这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开始颤抖，石块飞溅，尘埃弥漫，裂缝如同蛛网般在塔身蔓延，每一道裂痕都蕴含着毁灭的力量。塔顶的神光暗淡了下来，似乎在哀嚎，预告着即将到来的末日。灭神副府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异，他未曾料到萧炎竟能在绝境中引动如此变局。这股异动难道又是……萧炎惊呼间，上空的巨大漩涡也是将现场的所有人笼罩吞噬，而那异动还在激烈的释放着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，更是无人能够逃脱此处。丹神塔的核心战力在灭神副府主面前简直不堪入目，一出手便是将他们压制得动弹不得。甚至这下连丹神塔深处的火焰本源都开始即将从深处爆发出来，同时充满毁灭性的一击悬在半空。丹神塔今日的灾难之势已不可阻挡。就在这最后的关键一刻，天地间玄妙道法如雾气般弥漫开来，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伴随着轰鸣之声降临此地，光束如天神之怒，携带着大道的威严，直冲那吞噬万物的漩涡。瞬间，天地色变，如同颠倒乾坤，大地仿佛被无形之力撼动，震颤不息。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与硝烟的气息，尘土飞扬，遮蔽了苍穹。在这混乱与毁灭的景象中，两股力量激烈碰撞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光明与黑暗交织，形成一幅末日般的图景。然而，在这绝望的时刻，一道老者身影突兀出现，宛如一道希望之光，驱散了四周的阴霾。他身着一袭流转着淡淡金丝的白衫，仿若云中仙人降临尘世，白发如霜，随意披散在宽阔的肩膀上，似有岁月的沧桑，又透着不与世俗相争的淡泊。那发丝间闪烁的银光，仿佛星河倒悬，隐含着天地间最古老的秘密。此时的他踏风而立，手中握着象征着丹神塔尊贵地位的法杖。老者双目如电，
扫视着周围惊恐与无助的人群。他的出现让气氛一时间变得凝重而肃静。在老者的威严与力量下，原本肆虐的灾难似乎也收敛了不少。众人在他的庇护下找到了暂时的安全感，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丝希望，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而他就是丹神塔塔主，也是传说中的九品药神。他缓缓抬起手，掌心朝天，一道更加强大的力量从他身上爆发出来，与那肆虐的吞噬漩涡进行最后的较量。空气中充满了紧张与期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幕上，等待着最终的裁决。轰隆！天地间突兀地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，仿佛是两股大道极限的力量在虚空中激烈碰撞，撕裂了云层，震撼了大地。丹神塔塔主的气息如同风暴般肆虐，大道之威如金色雷霆，刺破苍穹，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股更为深邃的恐怖力量从那漩涡深处涌现，它以一种无法抗衡的吞噬之势，与丹神塔塔主的力量激烈地对抗着。片刻之后，竟像是引起了某种奇异的平衡，能量的波动在瞬间达到了顶峰。紧接着，一切嘈杂声戛然而止，整个天地似乎都陷入了刹那的寂静。紧接着，丹神塔塔主手中的法杖陡然一亮，那上面复杂的纹路仿佛有了生命，开始流转出耀眼的光芒。他的目光如炬，紧紧锁定在此时的丹神塔。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巨大高塔正遭受着深处传来的炙热本源的冲击，使得即将要摇摇欲坠。旋即，丹神塔塔主催动体内的大道神力，那根法杖对着虚空一点，周遭的空间瞬间波动了起来，仿佛水面被投掷了石子，荡漾开层层涟漪。这些涟漪如同触手，穿透了虚空，直击丹神塔的最深处。在那瞬间，一股无形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，那是被压制的强大炙热本源。如果一旦爆发出来，现场的所有人都将会受到心灵深处的影响，从此还会失去道心，永远无法再踏入半道神以及大道主神的神之领域。然而，这道炙热无比的本源试图抵抗着突如其来的侵袭，但在法杖的光辉下，它如同被镇压的野兽，暂时归于沉寂。丹神塔的颤抖渐渐减弱，很快也是稳固了下来。在一口气解决了一切事情后，丹神塔塔主的脸上才闪过一丝松懈，法杖上的光芒也随之暗淡下来。他知道，如果自己再晚来一步，恐怕丹神塔将会彻底的崩塌毁灭，就连现场的所有众人都会被刚刚那道漩涡所吞噬。所幸没有酿成这样的大祸，不然身为万界神州的顶级势力丹神塔，日后的威名可就有所跌落了。丹神塔的上空光芒璀璨如织，丹神塔塔主长袍随风微曳，其面容透着一丝凝重。十大神斩老与内塔之主此刻也是脱离了刚刚的强大魔之威压，然后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塔主的两边。在塔主的周围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妙的大道气息。十大神斩老以及内塔之主的眼中带着一丝后怕，他们的话语中既有着自责，也有对塔主的敬仰。塔主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一个神斩老的声音中带着颤抖，接着说道：若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恐怕整个丹神塔今日都要崩塌覆灭了。不必自责，你们已尽全力就好。毕竟对方不是简单强敌，你们能够以半道神的实力坚持到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。塔主的声音平静而有力，他的目光一一扫过十大神斩老和内塔之主，眼中闪过一丝安慰。此时的丹神塔如同一座孤峰般矗立在无垠的天地之中，塔身由无数奇异的符文和神秘的宝石镶嵌而成，散发着悠悠的光芒。塔顶更是有七彩云雾缭绕，仿佛与天地相连。塔主手中的法杖微微颤抖，那是他力量的象征，也是众长老心中的希望。他们知道，只要有塔主大人在，丹神塔就将永远屹立不倒，守护着这片万界神州之地的和平与安宁。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但此刻丹神塔内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宁静，仿佛一切风暴都已被驱散。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你们保护好现场的这些人。塔主捞下这句话后，便是朝着前面的虚空踏出几步。十大神斩老们纷纷点头，心中的紧张逐渐平复。他们知道塔主大人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他定会守护丹神塔。上空处，丹神塔塔主的身影仿佛凌驾于万物之上，他的面庞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，目光如炬，穿透虚空直视萧炎。萧炎站在那里，感受到从塔主身上散发出的威压，那是万界第一炼药师，传说中九品药神的气度，是无数炼药师都梦寐以求所追求的荣耀之路。刚刚你的战斗很漂亮，虽然实力不如我们，可是你的炼药天赋与战斗力都已经超越了万界中的一些神蛟了。塔主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，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敲打在萧炎的心上。接着又说道：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亲传的弟子，在未来的时间里，我相信你会跟上我的脚步，成为炼药界中心的传说。萧炎内心波澜起伏，没想到自己在丹神塔塔主的眼中有着如此看重，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。作为九品药神的亲传弟子，不仅仅是领悟炼药术的层面，更是对丹道的深刻感悟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突破到九品药神。假以时日，你的炼药术将会触及丹道的层次，届时你将有机会成为新一位的九品药神，登顶炼药界之巅。萧炎闻言，
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喜悦。他一直渴望着这一刻，渴望着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。如今，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他招手，让他看到了成为一名真正九品药神的机会。徒弟将不负师恩，刻苦修炼，不负众望。萧炎肃然起誓，声音中充满了坚定与决心。丹神塔塔主点了点头，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新弟子，道：“好，我相信你会做到的。那么现在为师先将眼前的事情解决一下。”话音刚落，整个空间似乎为之一震，一股强大的奇妙波动席卷而开。萧炎他也是退离了即将展开的战场较远距离。萧炎弟弟，你没事吧？就在这时，一直很担心萧炎的吴雪来到了其身边，关心道。萧炎摇摇头，看着吴雪那精致到没有任何瑕疵的绝世容颜，说道：“没什么大碍，让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刚刚以为你……”吴雪的声音到这里时，已经有着一丝哭腔传出，双眼已经有些通红。萧炎见状，也是伸手擦拭了下吴雪的那双流出珍珠的眼眸，轻声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这不是没事了吗？”